迎收看《宝洁点评》。伊朗的战争持续在进行，可是国际媒体已经把焦点放在了中国。我们看到了《纽约时报》他怎么说？《纽约时报》讲说，伊朗战争带给习近平的教训就是硬实力为王。里面的内容非常清楚，就是美国在这个战争里面展现了硬实力，而这个硬实力代表中美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鸿沟。我们看到了 BBC 怎么讲？美国到底干了什么？伊朗战争正在动摇中国的雄心，也就是现在看到了美国的一个做法之后，中国如果胆敢犯台，他承受的压力可能不是他能够承受的。连泰都表达说，虽然这一次的伊朗战争带给美国一些压力，虽然让他的兵力有所分散，但是也保护了台湾，也就代表这样的一个战争代表美国是能战的，美国是敢战的，美国是敢挑起战争的，而这样的一个不可控的状况也会带给习近平极大的一个压力。现在美国不断的在持续的施压，而且这个是蒙拿 gam seco 一 gam ligo， 我一方面给伊朗压力，一方面给压力最重的竟然是中国，因为他现在要打一个岛，什么岛？打了一个哈克岛。哈克岛大家不了解，原来这个就在波斯湾里面，这个居然是伊朗非常重要的油源基地。伊朗出口的原油基本上都是透过这个地方哈克岛往外运输，而92%的油都是送到中国。所以现在传说他的82空降旅已经准备好了，已经待命了，现在有可能拿下哈克岛。如果真的拿下哈克岛，他真的掌控了这个地方，未来中国想从伊朗拿到油源，那是痴心梦想。如果拿不到油源的话，那对中国来讲会有多大的压力呢？好，我们今天请到400兵的大帮手一的财经专家黄州寿，你好。大家好。好，这是美岛电报董事长吴子嘉。大家好。好，第三位是财经专家吕国珍。大家好。好，第四位是战略专家林明辉。大家好。在今年的2月28号，美国进攻伊朗之后，你就发现中国的军机绕台全部都停止了，他已经不骚扰台湾，他也不骚扰日本，而且他现在极度的安静，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而且他非常的谨言慎行。现在我们看到国际媒体都在说，他现在真的被吓到了。对，没错。实际上，从2月28号以来说话，全世界都在讨论这个美国跟伊朗发生这个冲突的时候，中国安静无声。安静无声到他连飞机都没有飞到台湾来。对啊，他目前在搞什么，大家完全不知道。好，外媒就看得非常清楚。你看《纽约时报》、还有这个 BBC、还有《Time》杂志都同时点出了一个状况，就是中国在这次的战争中知道他跟美国的硬实力差距非常非常大，所以他现在不敢挑衅。来台湾就是来台湾。以前讲说我大国崛起，是以前讲说我的制造力非常强，是虽然讲说我现在航母已经开始启动，甚至讲说我现在军舰下饺子的速度是全世界第一，但是你从委内瑞拉的战争，从伊朗的战争，双方的差距已经是天差地远了。对，没错。过去呢，习近平也主张说，我要用实力才能够维护和平嘛。他有说什么，我要以武止戈。好，他都讲过这样的话哦。所以呢，他就想要发展他的武力嘛。问题是这一次的伊朗跟这个委内瑞拉告诉你说，你硬实力为王嘛。你看，比这个《纽约时报》下个硬实力为王，这个意思是什么？你的硬实力根本不够。好，那你看，另外 BBC 说嘛，伊朗战争正在动摇中国的雄心，什么雄心？要挑战美国的雄心嘛。甚至《Time》杂志说什么，这个伊朗入这个战争之后救了台湾。那为什么救了台湾？你看中国飞机走来就没有来。好，那我跟他讲，除了这一次让习近平了解到说呢，中国跟美国的硬实力有差距之外，他还了解到一件事，什么事？川普没有什么事做不出来，所以他现在对川普反而是最难测，因为他现在不知道要做什么，尤其是3月底他就要跟川普见面，在这个状况之下，他要好好的评估啊。你看过去美国总统没有人敢做这种事，川普也自己讲啊，47年来没有一个美国总统敢做这个，我做了。所以他会做什么事不知道。你看他之前还做了一件事，你看哦，前一阵子的时候，2月18号的时候，我们不是曾经讲过吗？美国有这个驻海美军的时候，他闯入了中国的 ADIZ 附近去演戏啊。他从来没有这样子过吗？没有这样过，他从来没有这样。而且那一次呢，南海还跟他抗议说：“你怎么没有跟我讲啊？你怎么就自己飞出去了？”所以就这样，你就知道这一次川普什么都敢做。也就是过去大家都认为说，美国是一个可预期的国家。美国是一个遵守国际秩序的国家，美国是一个自我节制的国家，所以就看到过去他在驻海美军这一块里面，他所有的攻击面向序列全部都对着北方，也就是对着北方，他对的就是北韩，他从来没有往东边这边经过。可是现在美国等于说，美国驻韩司令部一直告诉说，我现在不要对着北方了，我要对着黄海。我要对着黄海就对在哪里？我就对着山东半岛。
对着山东半岛再往下走去哪里？再往去就是北京。对，等于说我就是遥指北京。是，那你觉得我只是嘴巴这样讲讲吗？没有，刚刚讲到的那一次，美国跟日本的军演本来要韩国参加，对，韩国不参加，韩国不参加了以后，美日居然怎样？它的军机就这样飞过去了，是 F-18大黄蜂，是直接飞到了美国，飞到了中国的 ADIZ， 对，也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航空识别区，对，把中国给吓死了，对，也就是现在川普要告诉全世界，我就是一个疯子，对，我就是一个疯子，对，没有什么我做不出来的。好，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韩国飞出去的时候，飞到这个中国这个 ADIZ 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再往北一下就进入北京了，对，所以当然害怕，所以中国人完全吓傻，那韩国也吓傻，南韩自己吓傻，因为他说那个距离不到1000公里，对，他还跟这个驻韩美军抗议哦，川普疯对不对？赫格塞斯何尝不疯？卢比奥疯不疯？疯，每一个都是这样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根本就是我完全不知道这一台美国的这个大航空母舰会开往什么地方，对，所以才搞得你看连这个中国都非常非常担心。你看赫格塞斯说什么呢？我们会持续对这个伊朗施压，这是场不公平的战斗，不公平，他哪有什么公不公平？本来就不公平，反正我就是要把你干到底就对了。所以呢，事实上这就是美国现在态度。那你说看到中国的这个眼睛里面，他当然知道啊，我这时候去触动川普的话，那我不是这个他会做什么事，我完全没法评估。对，所以等于是说，中国的硬实力还有川普的不可测，让中国变得是怎样？安静无声起来了，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他接下来下的一个棋是把大家给吓坏了，因为现在不是在打伊朗的战争吗？对，除了伊朗的战争，在伊朗的本土上面，他们现在把焦点放在了波斯湾里面的一个小岛，是哈克岛。那这个哈克岛想的，我都还搞不清楚这哈克岛有什么了不起，搞了半天，伊朗92%的原油是从这边出去的。对，如果掌控了这个地方，就掌控了伊朗对外的石油输出。是，那是伊朗的石油输出去哪里？全部都去中国。所以表面上我是要拿下这个岛，而且82空降旅已经准备好了。如果我真的拿下这个岛的时候，伊朗所有的石油输出就掌握在我的手上。对，伊朗的所有的石油输出掌在我手上以后，中国的石油命脉里面有一大部分是掐在我手上的。对，没错。实际上对中国来讲的话，它现在更尴尬是什么？它现在的石油呢，搞不好真的未来有可能会短缺。为什么这样讲呢？第一个，现在这个之前川普都说，我要派地面部队，大家都说不可能。宝雄跟他讲，有可能。他要派部队在哪里？他要派到哈克岛，他要占领哈克岛。我讲为什么呢？就这个地方，对，就占领这个地方。为什么他要占领这个地方呢？我讲，他这一次入侵伊朗的话，只有2个目标：第一个，摧毁你的核设施；第二个，就是为了石油嘛。以色列或许更 care 这个核设施，美国是要石油，所以他只要占领这个哈克岛之后呢，把目前为止来说，伊朗大部分的油田都在这一带。所以他们呢，过去都把这个石油呢，这个汇集到这个哈克岛。哈克岛上面有非常多伊朗目前为止大部分的炼油设施、储油设施都在这边，甚至这里面有很多是中国帮他做的。那为什么在这个岛呢？因为这个岛是可以停这种深水的这个油轮，油轮的吃水量很重，所以伊朗的海岸线这么长，对，它就是有这个岛。而且这个岛又距离它的主要油产油区非常多，所以呢，现在呢，川普已经知道，我只要占领这个岛，你伊朗就挂了。伊朗挂我只要让你石油挂点的时候，你的政权就会完蛋，因为你没有任何的资金。难怪我就觉得不可理解，是伊朗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你是一个石油输出的国家，你怎么可能说把你95%以上的油全部都单压在哈克尔岛？对，原来说，咱们再看一下，你虽然有这么大的海岸线。可是都是浅水区，是因为油轮是大船，你需要深水重，只有这个地方有深水港，是只有这个地方有深水港，所以你在地理条件上面你跑不掉。对，我们看到，事实上为什么它这个地方，你看这上面来说，整个岛上面有非常密密麻麻的这个建筑物，那这个呢，这其实呢，中国大部分的原油就是从这个地方来。我们就讲，在之前的这个战争之前的话，330万桶的伊朗的月产量，就是里面有80%-90%都是到中国去。这个部分，宝姐没了。那你说对中国要怎么办？那你说没有啊？这个伊朗目前为止，它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叫贾斯克港。贾斯克港是什么呢？因为他也知道说，我都单压在这个地方很危险嘛，所以他就拉了一个非常长的油管来到这个地方，这叫戈雷贾斯克的这个输油管线。可是问题是，他原本要做这个的时候，结果没想到被怎样？他因为被制裁之后，这个管线没有做出来，所以目前为止也没有办法。所以等于是美国已经知道你的要害在哪里，我只要打下这个地方。第一个，你伊朗可能政权来说没有现金支出了哈，你没有现金的流入，你能够撑多久？好，再来就是说，它也变成是一个，它可以跟你这个画 target。那你说美国为什么不敢上？现在美国不敢站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他不知道这上面来说他有没有买什么炸弹之类，所以他要评估。评估的时候，如果真的要占领的话，他马上就可以占领了。好，占领下去之后，中国马上就跳脚。那荷姆兹海峡现在又被美国控制啊，所以这样等于是
我控制伊朗，我又控制荷姆兹海峡之后，你中国能够拿我怎么办？对，所以说现在中国为什么他很紧张？你看这几天不是开始传出来吗？这个贝森特说：“我未来要求了，你不要再买俄罗斯石油了啦，你买我们美国的石油啦。甚至他说，在战后的话，你就不要买伊朗的石油了啦，你就来买美国的石油了嘛。甚至他们不是说什么，他们还要买这个，他们还不是中国又要买波音的飞机了吗？这些迹象都在告诉你什么？中国在大幅的放软，他根本知道，经过这一次之后，我不但我军事力量打不过你。”我现在石油都完全被你控制住的时候，那我该怎么办？所以他现在要赶紧想下一步该如何下棋。好，所以吴导，现在有一个美国白宫的官员怎么讲？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油源从恐怖分子的手上给夺了过来。你讲白了就是，他现在除了委内瑞拉之外，他也要把伊朗的石油掌控在手上吗？那如果掌控在手上的话，他真的要逼中国，你不要再去买伊朗的石油，你要买我中国的石油。如果他真的要这样干的话，那是一个战略大改变。如果是战略大改变，我才不会在乎这2天荷姆兹海峡到底通不通，我也不会在乎这2天的油价高高跌跌。这我在乎什么？我在乎的是我要根本改变整个全世界的石油版图。这个要回到他当时一开始要派军队去攻打伊朗的理由啊，所以他是个和平破坏者，对，他是个恐怖分子啊，他怎么今天被人家抢人家石油了？对，又不为了和平去打仗的，我都被他你被他强盗，所以他当时发动2艘航母战斗群的理由，跟今天作战的理由不一样，完全2回事。就是今天露出真实的真面目。你说这今天才是他真的面目？当然，他的真正的面目，我要控制伊朗的石油。当然是这个，他就为了抢石油、抢资源。我讲过一句话，川普啊，只要去2个地方，一个有钱的地方，一个有资源的地方。穷光蛋他不会去打仗的。这个地方多肥呀，对不对？这是肥得不得了。这是第一个，我跟你讲。所以第二个呢，他讲了，川普已经看到这2天的变化，这2天发生最大的变化嘛，就是伊朗为了政权稳定起见，确定了最高领导人是哈姆尼的儿子，跟革命卫队2个结合在一起，掌握政权了嘛。所以这个政权已经稳定了，对不对？政权稳定，而刚好是川普反对的人出来了，对，就是一个反美的政权出现了，孰可忍孰不可忍啊？川普一定要跟他干，所以关键又回到你刚刚讲的哈克岛嘛，他现在他就轰炸哈克岛，对，他不会去占领，他没有那么神经病，他的2个都他炸油田，打中东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目标就是油田嘛，对，油田是什么？油田就是钞票美金嘛，哈克岛的90%的这个油是卖给中国，中国前2天王毅不是才大声讲话吗？他们的这个2会里面，王毅记者会怎么讲？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要跟伊朗买80%的石油，现在被干了，卡住了，不打掉你啊！如果他后面2天，现在第1天今天刚刚宣布最高领导人嘛，对，那你已经跟我等于说跟我反对，是个反美政权嘛，对，川普要不要动作？而且川普之前讲哦，这个人我是不接受的哦，对啊，那所以他要不要反对？我们要观察未来3天的反应是什么东西。第一个东西，他要不要打哈克岛？他打哈克岛就表示连中国一起得罪下去了嘛。这第一个大动作，就是战争拉高升温，还要升温。他当然，它油价现在已经涨到了快100了，你还给我升温？100，我跟讲那个，可是这就是2个国家赚到嘛，一个美国，一个是俄罗斯嘛。对，所以他不怕这个东西的，他不怕石油涨价，不怕啦，而且他战备储油还没有释出，他的储备量很大了。然后第二个东西很简单，斩首行动，他斩掉他指挥链。对。那你这个人出来了，对不对？我不赞成你。他这次不会去杀这个最高领导人啊，那个杀的没完没了，对不对？他准备打谁？有生力量嘛？你看他怎么样攻击革命卫队，跟攻击圣城旅，这个名字跑出来这2天。圣城旅跑出来了，苏雷曼尼的圣城旅跑出来了，突然就跑出来了。这是他主要的部队的力量。所以整个这个部队被他，所以你看到礼拜6的这个《金融时报》。一个专栏的报道，我看了吓一跳。怎么样？他轰炸，他整个部队，他整个轰炸的地区啊，全部在德黑兰。我奇怪，打德黑兰干什么？
德黑兰，而且被轰炸的地点全部是革命卫队的主要基地，就是他的通信中心在那边，他的会议中心在那边，那88个人开会在那边开会，所以他的整个的做法，其实礼拜六就知道，他美军已经有情报。你小子准备要选一个反对我的人来当你最高领袖，儿子要出来了。对，所以他早就知道，他就把那个怎么金融时报怎么可能突然间释放出一堆这种卫星影片啊？每天有几百万张卫星影片，那么准的10几张影片，突然间我看到吓一跳啊！对，因为我看完就是因为我直接那上面是标志的，用在手写的是什么位置，这是什么单位，名称都写得清清楚楚。所以大家礼拜六都知道这个不平静的周末，所以这观察明后天3天的做法，我看这3天的做法里面，他嘴巴里面很狠哦，他还调第3艘航母哦，对，那林肯号来了，不连调第3艘航母，不止他还有一个更恶劣的，英国答应他说我有2艘航母要支援你啊，对啊，不用了，他怎么讲？我已经做完了，他说我不需要你，这时候我已经赢了，你再要来，对不对？但你这一次哈。你赶紧别记掉他说 I will remember you， 对不对？他说很嚣张啊，他老神在啊，所以他整个作战的第一个阶段的作战的已经掌握到绝对的空优了嘛，后面的发展其实都不是很重要。我觉得后面就是这个政权的谈判的，还有这些油源啊，还有这些所谓的这些的跟他的资产的分配啊这一类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川普到现在为止应该已经取得先机了。但中国怎么办？你看到他讲中国更妙，他说啊，北京会安排一个非常盛大的欢迎仪式给我啊，是前所未有的事，这什么意思？所以他一定川普爱面子嘛。你记不记得以前那个美国那个总统那个下飞机的时候连红毯都没有？那个奥巴马，奥巴马下飞机从中间机腹下来，从鸡屁股下来，然后连红毯都没有。你看他敢不敢对川普这个样子？当然不敢。所以你看3月31号，川普到了北京，接受什么样的待遇，你就知道川普现在在世界上的地位到底有多高。好，所以是哦，刚才讲了，你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未来谈判做准备，所以按照这个吴董所说的，你真的因为你的革命卫队新的领导人出来，还没出来，双方就已经炸成一片了。对，没错。目前为止来说的话，等于是这个革命卫队的他们已经选定这个穆吉塔，把他当成是他的这个所谓接班人。但是对美国来说，他当然不承认嘛。美国目前为止很简单，他要川普开出条件嘛，要你无条件投降。可是问题是，目前为止来说的话，他事实上也找不到人，因为目前也没有人可以跟这个美国方面来说接头的一个状况。好，那现在怎么办呢？我觉得目前为止来说哈，美国跟以色列呢会继续把你炸到这个完全这个毁灭为止，因为很简单嘛。目前为止来说的话，伊朗革命卫队最重要就是油田，所以你看以色列开始去炸这个伊朗的油田了。可是其实美国这是这两天炸的，对，可是美国并不希望去炸。为什么美国不希望去炸？因为如果真的一炸的话，它可能油价会短时间飙涨起来，它也不希望飙涨，所以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来说，我允许你去炸。那样一个状况，那我觉得美国目前为止来说很简单嘛，他就要在川普去见这个习近平之前呢，让油价维持在相对高档的状况，而且让中东维持一个紧张的这个态势。为什么？因为紧张的时候，中国才会害怕啊。要不然，如果你现在天下太平的时候，中国干嘛跟你买，对不对？现在就是要维持那种紧张的这个态势，我才可以在整个接下来跟这个川普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我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跟你画帕拉 K 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目前为止来说，的确就是这样。可他不担心石油这样的失控，不担心大家现在股票大跌，不担心大家的荷包吗？他已经说过了，他完全不在乎大家。他这几天在这个空军要接受媒体采访，就说嘛，他这个只是短期现象。如果你认为油价会高涨，那你就是傻了哈。那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个，美国有非常多的战备储油，而且现在最新的消息是，今天的这个 G7 已经考虑要这个释出战备储油了嘛，日本可能也要释出嘛，美国也要释出嘛。这个其实它有非常多方法可以抑制油价，甚至上个礼拜贝森特来说，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期货市场去控制石油，它有很多方法，只是说他要不要嘛。所以显然是川普不要嘛，川普目前为止没有要油价跌嘛，所以他认为说，再让油价维持高档一下，让中国担心一下，让亚洲国家，你看油价高档的时候呢，中国会听话之外，
宝杰不要忘记哦，日本会不会听话？听。韩国会不会听话？欧洲台湾会不会听话？欧洲会不会听话？大家都会听话嘛，让你知道油的世界就是由我掌控的时候呢，我可以让油涨，可以让油跌。所以川普现在想做的所有的动作，都是要把石油掌控在手上，然后这个石油的手上的话，他就有指挥棒，我要你涨就涨，我要你就跌就跌。对，当然是这样。我觉得如果你从这个一开始来看的话，其实川普原本就在玩这样一个把戏，他入侵委内瑞拉，你也觉得对。他前面讲的都是假的，当然假的嘛。他今天才图穷匕见，他今天才露出他真实的阳谋。你看他入侵委内瑞拉是说什么？说你马杜罗，你这个是什么毒贩啊？他后来是继续说什么？把石油收起来了。伊朗也是一样啊，伊朗也是你看他们当年入侵伊拉克也是这样啊。现在伊拉克油田也是美国掌握啊。他这次在入侵伊朗之后，核设施，我就说嘛，或许以色列比较更担心，但是美国要的是油田嘛，他现在把油田都控制住之后，以后的油老大就是我啊，我要说它涨就是涨，他要当油老大，油涨就是它涨，他说涨就涨，说跌就跌嘛。那你中国凭什么跟我这边呛架？你根本就你是哪根葱嘛？我油都控制住了。而且我觉得更可怕的是，你以前跟委内瑞拉买油，我把你卡掉了。是你现在你跟那个所谓的伊朗买油，我也把你卡掉了。你现在跟俄罗斯，妈，未来我跟俄罗斯做什么交易，你也不知道。对啊，所以呢，他不是跟你讲吗？苦心劝你啊，你不要买俄罗斯的石油啦，以后你也不要买伊朗的石油，你来跟我美国做生意嘛。所以我在跟你讲，川普这样玩下去之后呢，我觉得在未来的世界里面来说话，你看哦，他上台之后，他就把那种绿能全部都废掉。为什么？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欧洲你发展绿能，你就是把这个主导权放在中国的身上，所以他就是玩这种把戏。他就是不要绿能，绿能是中国的发展方向。你现在讲到关键是，绿能都不重要，不重要，石油也不重要，重要在权力，是重要在权力掌握在谁手上。你今天如果玩绿能，绿能如果掌握在中国手上，老子就不干。是现在如果今天的石化业是掌握在我的手上，我就要所有东西都一样，我要掌握权力。对啊，所以我就说他是玩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游戏阳谋嘛。对，另外一个就是未来的这个 AI 非常大量的电力嘛，电力来说的话，你看到底是石化电力比较便宜，还是天然，还是这种太阳能那些比较便宜？当然是石化嘛，所以他说他其实是玩一个非常大的局，但是我只要掌握了石油，他认为石油是未来最重要的东西，我掌握了石油，然后来说话，我就是未来世界的唯一老大嘛。所以，题外我跟他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他现在根本就玩这个局，把大家搞得鸡飞狗跳。他真的是只是把所有的权力捞到自己的手上吗？对，以前我们在讲哦，控制石油的一个组织叫 OPEC， 现在控制石油叫 Trumpec， 就 Trump 加 OPEC， 但是事实上就是变成 Trumpec， 就变成他加的。记不记得一件事情？当他说如果是石油价格太低的情况之下，你看到他不是委内瑞拉打下去之后找那些油商来开会，油商不理他，只有1-2家理他而已。那油商为什么没有无利可图？无利可图嘛。那你让油价变得很高的时候，这些油商什么？哇，我现在赶快来赚钱了，对不对？所以他川普就是2手策略。一手先这样子，世忠讲的没有错，先把这个油价这个堆高，然后堆高来讲的话，受害者当然就是印度跟中国嘛。对，那你印度、中国不要听我的，然后我一方面后面关税给你卡住，前面你的原物料的石油把你卡住，你中间你再怎么生产没有用啊，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要听我的。所以川普他在跟习近平要见面之前，很多人认为说，啊，你凭什么？习近平什么东西要跟你换？对，习近平也没必要跟你谈啊。两边不是要脱钩吗？你中国的想法就是说，你美国要来跟我脱钩，好，没关系，我也跟你脱钩，反正我发展我的，你走你的，对不对？两边不相扯，然后又不这样，你打我吗？你不可能打我啊！现在川普弄下去的目的就是让你习近平来跟我谈。我们有东西可以谈了，我要创造筹码。对，要创造筹码。川普就是在这之前创造一个很大的筹码，因为他看到了关税。习近平不以为意。我现在真的好奇，川普真的是像你讲的，我有这么样的谋略，不是本来就是我的计算在，还是说我就边打边谈，边打边谈，我被以色列给拖下水，我不得已，然后我就是根本没有没有，以色列一直很想开始，很早就要打了，但是川普一直按耐住，在他要的时间点打下去。但是现在很多人问川普说，什么时候结束这场战争？对，什么时候？他说，我可以跟这个有人问他说，是不是要跟纳坦雅胡谈一谈？他说是啦，照形式上是这样子要跟他谈。但什么叫实质上？实质上就是我说了算嘛，所以由我来决定时机点，什么时候我结束这个战争。那这个结束这个战争，就是我在现在来讲的话，跟习近平在私底下有管道在谈一些东西，因为不可能说我当面才在谈筹码嘛，一定是私底下的人来去之后，当川普觉得说 I got it， 这时候
战争就结束了。57台每晚9点，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